大伯这2天把菜籽秆的喂量又增加了，但是同样没有有机，没有泡沫啊。可能是之前喂的太多了啊，之前1天喂8、9斤，大伯说昨天就喂了4、5斤。这是大伯昨天做的，因为每天只做早上那一小阵嘛，所以进展很慢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这个榫帽结构的原理。这个有2个尖尖的，这个是公榫，然后有个凹槽的地方是母榫，然后的话就是按照这样啊组装进去，当然这样组装不进去了。靠完全的用锤子啊把它敲进去，用木锤子啊，或者说用斧头的话垫一块木板，这样组装进去的是非常牢固的。然后这个母榫的话同样组装在这里，整个框架啊一个一个组装起来，然后的话再把它立起来就 OK 了。我们这边建房子啊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房子全程不用一颗钉子，即使用钉子的话也是那种木栓啊，比如说这么粗，直径的话达到3、4公分那么粗，这么长的木栓打进去。同样是杉木的啊，那种是非常的耐用。刚才我又喂了3斤左右啊，我每次就喂这么一点啊，因为现在天气还热嘛，要增加喂量的话，必须要到10月份过后啊才能增加喂量。我今天过来就是喂下料啊，每天都要过来喂，所以的话，我说养羊的话就是把它带着，因为你要过来喂鱼食，然后你顺便给羊割几把草是吧？就喂2只羊是不是？或者养一点其他的东西是不是？就全部采取圈养，不是放养。放养的话，这不允许。第二的话，你放养的话，野生动物就把它吃掉了。今天的话，新建房开工了啊，大伯过去帮忙了。因为全程啊，整个布局啊，整体都是大伯设计的，所以大伯他说他要过去看一下。本来我昨天说那块大石头上面就是做一个小鱼池，做一些假山啊，养那些娃娃鱼之类的。大伯的话，他说那个地方做一个水池比较好。我就是担心做个水池把那个亭子挡住了啊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。大伯就是说把这个地方啊建一个水池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亭子了。那这样建好了之后，我担心那个水池比较高嘛，把亭子会挡住了啊。这个就是水池的位置了，然后的话凉亭就建在这边了。大伯和他们去水井去挖管子去了，因为水的话地势比较高嘛，所以从水井里面抽水过来。今天果实好像又成熟了一些哦，这个也成熟了，你看那里，那个已经自然熟了啊，漂亮。上面的也基本上都快熟了，看这个都没有打药啊，但是做果率它就有这么高。还有这边，你看这个也基本上自然熟了。哇，太惹人了！这种自然熟的啊，比那种催熟的口感要好得多。像这个的话，明天来看红的又不一样了。我即将用的就是这个水井的水。自从牵了自来水之后啊，这个水井就废弃了啊。以前的话没牵自来水的时候，全部是用这种水啊。这种水的话非常的凉。你像这么一满井水啊，如果全部抽干啊，最多半天就又是这么一满井的水。然后把这个水的话从这里挖沟，给它引到山那边去。这种水是自带甘甜的。虽然说我们这边现在牵自来水了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老人到夏天的时候还是习惯来这里取水，原因就是这个水温度比较低啊，喝到口里的话透心凉，温度很低。你看一倒进去，外面就起一层水珠了，这就是里面的温度很低啊。我估计这个没测过，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，而且自带一点甘甜。就像上次我送那位老人那只小猫啊，他说他抓了3只老鼠。他背了1背篓的水，就是从这里提来的水，和放到冰箱保鲜层拿出的水是一样的温度，就有这么透心凉。到时候这一水井的水，我和大伯怎么样都是用不完的。喝了1瓶，再接1瓶啊，因为今天还要买水管。水井在那里，
然后的话，跟这里挖沟挖过去埋水管。啊，有这么深的沟够了啊！埋到地下面的话，它使用寿命会长一点啊。然后水管的话，就从这黄柏园里面过。米挖直线啊，这米挖直线弯来弯去的。自来不深地势高的。然后的话，再从这边牵过去。啊，尽量挖直线啊，有的地方它是顺不了直线啊，稍微弯一下也不要紧。白杨树这不要挖深些啊！啊，要不然到时候他们来挖地的水管挖脱去。这里要够深。够深哦。黄柏园的话就不用挖得太深啊，但是这地的话还是有人种着在啊。然后的话跟这边挖过去啊，跟那边过去。这里住着2位80多岁的老人，单家独户住在这里啊。去年我就是到他这里买猫嘛，啊，去年的视频。这2位老人按辈分啊，是叫伯伯伯母。白亮，起早饭了？哦，起什么菜？哦，起腐了啊！也有生的这么多猫啊？我有3个猫啊，有15只猫。这养的乖哦。养的乖。早上的话就吃一点胡萝。那贝贝嘞？哦，橘吗？好好。之前就跟这位老人买了2只，还是比较陌生怕人啊。嗨，都是为剩饭剩菜啊，同样养的这么好。参观一下这位伯母的房子啊，这是以前的老冰箱了。这个是啥牌子啊？不是海尔，反正，这种就是以前的老桌子，这种就是米和糠啊分开着用的这种，这是老人就是备用的柴火。这种就是以前打谷子用的啊，就是没有脚踩，更不会有机器嘛，就是稻谷啊放在这上面打，啪啪啪啪打，把谷子的话经过物理的作用啊，然后分离到这里来。哇，这位老人还砍了不少的柴火。我们这边基本上啊，全部都是在烧柴啊，这也都是柴火。然后的话，我水管就是从它地下面过，然后的话就到那边去啊，隔这里还有点距离啊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那个电机啊，抽水的话会不会抽得上来啊？距离有点远了，水井还在那里。老人还养了一点土鸡。单家独户啊，住在这里。这种就是以前的谷仓了，就是存放谷子用的啊。收割稻谷晒干了就往里面堆，然后下面必须要离地面有一定距离啊，就是防潮。然后不能有任何的缝隙啊，就是防止老鼠啊，甚至蚂蚁都不能让它进去。那边是那2位老人年轻时候养羊的地方，然后不能放羊嘛，圈养的话，然后他又嫌太麻烦了，年龄大了就不养了。老人还种了很多黄柏，这种都是黄柏啊，是一种经济林木，就是用它的树皮的，基本上长大了就把它剥皮了。这种是魔芋，哎。好，今年包谷还没入发哦。不去大药，原本做工的。那不去大药，旁边这杂园那么大药嘞？就是他在这里有家嘛。就是干嘛？他每年跟我这里。给补好多钱每年一年或者点有个病嘛，补200。不过有200是200了。没打药的话，基本上都没产量了啊。下面还有一块包谷地，白娘捐来了没？没。没捐来，到故障医院是没？哦，就是这位他爱人啊，伯母被五步蛇咬伤了嘛。所以不让打农药的话，基本上是没产量。他就是把好的啊都拿上来啊，但是这种也都是虫，你们看，很多他都不要了，像这些还算是好的了。种点庄稼不容易啊。那个壳子轻点的，快烧起来啊，走起。哦，好，这里还有一个鸟窝。
哎，不会吧？这个蛇，雀儿嘞？哇，这个季节了，它还有小鸟。那这么多雀儿啊，在圈里面，那不晓得。你们觉得会不会回来啊？如果不会回来的话，我回来嘛，它饿死了。那就饿死了。2只还是3只啊？你看，我一动的话，他以为他妈妈回来了。这位老人还是挺好啊，所以的话，他这一根的话就不砍，就是把它留着啊，让它能够活下去。要不然的话，它一砍了之后就没了。那把它固定一下。一般我们这边小鸟的话，产蛋啊，孵化后代的话都是在春季啊，但是这个季节它还有。你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什么鸟的小鸟吗？认不到。啥子那认得？把它固定一下。等一下，不知道晚上它是不是在这里。如果说它晚上就是说，帮它孵化再保温的话，那说明那只，它妈妈啊还没有放弃它。如果没来的话，那我就把它带回去养了，要不然就是死在这里了。当然了，我没有救助证啊，这样也是违法的啊。但是我也不想让它。好，稍微固定了一下。这个季节还有啊，很少见，一般的春季的时候很多。啊，让我给它喂个虫子。它应该还要喝水啊。刚才已经吃了啊。它口一张，我一扔就下去，再找一个虫子。又发现一只虫子，2只。这小不点都接到这里来了啊！谢。你个虎妞，这个虎妞，走吧，就想抱着它走。这个虎妞，你还不要我抱是不是啊？好，你去吧。你又睡醒了，咪咪。哎，你等下掉下来了。哦，不会掉下来啊。别老是在上面陪几只狗子啊！这个驱虫药，我上次没给它驱没药了。对了，好，下来吧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黑妞，看一下你的孩子去。小心哦，别摔着喽。它也会在这里来磨一下爪子，每次下来都是一样。哎，今天你没磨爪子啊？这个虎妞老是喜欢挑衅咪咪。好了，走，我们下去，咪咪。哎，虎妞，等一下他又抓你一下，走下去。潜水的话就交给发药叔他们去做。下午和大伯要进山去管理蜜蜂，这个季节管理蜜蜂比较关键啊。养蜜蜂我比大伯稍微专业一点，所以的话就经常带着大伯进山，然后给他多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。这样的话他以后就能帮我很多忙了。那现在要弄午饭哦，让我看看呢。这只抱窝母鸡也不知道抱窝多少天了啊，前几天才发现有抱窝。耶，人家多了。好了，你还真会选地方啊，选的这么隐蔽的地方。这几只狗子还都挺不错啊。还有3枚鸡蛋，4枚。那孵化出来多少只小鸡啊？我看一下啊，1、2、3、7只。这个季节孵化率还是不高啊。去吧。这里还掉下来一只，哎，刚出壳哎，都这么厉害，那就是8只啊。让开，你们要保护它，虎妞啊。今天的食材有2个鸡蛋、胡葱酸、姜蒜、青红椒，1只土鸡。这只土鸡是关在一起啊，打架打死了，然后比较血腥，就没拍出来啊。嗨，我被子都开花了，你还在这里来吃鸡肉？现在外界蜜蜂源非常的好啊，所以他们出勤非常的积极。那吃完饭了，和大伯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。
真的奇怪了，这鱼一条都没发现了，就是这几条泥鳅在这里。这里面已经放盐了啊，胡葱，加入山泉水。我们这边的山泉水本来就是自带甘甜的。哇，好浓哦！再倒入2个鸡蛋。OK 啦，1碗胡葱鸡蛋汤。哇，这个汤，胡葱汤啊，是我的最爱。菜籽油也快用完了，先下蓝熟的鸡头、鸡脚、鸡翅，炸的差不多了。其实这鸡肉啊，都是它们相互打架，然后可能有血啊，相互搏斗，当时全部都烂了。这只鸡也养了半年了啊。青红椒，好香哦！加入山泉水，煮一点点汤啊。OK 啦，1锅山泉水煮土鸡。这边还有1碗胡葱鸡蛋汤。我们看一下养了半年的土鸡。鸡血好像吃不出来啊，都差不多，和昨天大伯的酒精黄比较起来。我们看一下鸡肉，大伯那个酒精黄好像也养了半年啊，肉还是明显能区分的出来。虽然说才养半年，还是关着养的，但它肉是同样紧啊。土鸡那种香味虽然说才半年啊，同样的展现出来了，很不错。本来是4只鸡啊，关在一个鸡笼里面。前段时间死了1只啊，也是打架打死的。然后从山里面回来，晚上回来的话都有点味道臭了，然后就不能吃嘛，然后就把它埋了。今天这只的话，应该就是上午啊，然后到村里面的时候打架打死的。那4只就剩2只了，2只要把它分开着关，不分开着关的话，2只也要打架。这种土鸡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非常的好斗，非常的野。有一种方法就是给它戴眼镜，就是专门有鸡戴那种眼镜嘛，就是用于养3鸡，就是野鸡和土鸡这种。戴眼镜的话，它只能看到下面的东西，也就是说只能喝水吃食物，要不然你把它关在一起就不行。这种胡葱鸡蛋汤上次吃过一次，非常好。这种泡饭啊，很下饭。泡一点鸡汤，把菜都嘎起啊。对吧？我鸡关到那边又怎么个嚼劲？是的哦。嗯。这种鸡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嚼劲。大伯说，怎么关到笼里面养的也这么有嚼劲？啊，可能是和品种啊有关系。那放到外面养的啊，这个是没煮多久啊。如果放到外面养上1年的鸡，特别是2年的鸡，那你也煮很久，要不然的话，那种土鸡你根本吃不动。今天说一下啊，就是我每一次一赶集，就是很多朋友就来跟我说啊，帮我带这个带那个。我其实视频已经多次说过了啊，我不带这些东西。集市上的货的话，它质量参差不齐。你看着是好好的，但实际上的话，它还有很多那些，这个我不方便说啊。如果说你们买到了吃起来口感不好，是吧？就像前年还是大前年，我专门还带了半年还是大半年的，反馈非常的差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带了啊。你就像去年我发动我们村里老人去找金鹰子，然后我和大伯呢就是来挑选一次，然后呢再到我家人那里再挑选一次，然后发出去已经是非常不错了，但是发出去还有很多不满意的，所以的话我就不带这些东西了。到时候金鹰子啊我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金鹰子很多嘛，到时候金鹰子还会继续带。
其实我根本就没赚这个钱啊，就是让村里老人有点事做，让他们有点钱赚。你像去年每一单我都是多出1两出来，就是因为它都是鲜果嘛，你们收到了长时间不打开的话，它难免有几个沤坏了，是吧？这很正常。那我给你多拉1两出来，远远足够补你那几个了啊。今年还是这样做啊。然后的话，另外的话还有田园犬，很多朋友叫我帮他带，这个也更不可能带。我们这边的物流啊、快递也不收这些东西，活物他都不收的啊，只是集市上的我都不带，敬请理解一下啊。都把口完开啊。哎，吃饭。到时候要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东西，还有村里老人到我们这山里面去找的东西，我只带这样的。这是黑妞第1胎之前用剩下的猫砂，进山之前给它晒了一下，很干燥了。那现在给它用上。下午好，黑妞。哦，晚上了啊，哎呦，应该叫晚上好了啊。这是猫砂啊，黑妞。让小猫和我熟悉一下，开眼就能看到我啊。其实猫砂应该这几天都该用了。哇，这一只的都养得非常的好啊。第1胎5只，还夭折了1只，这一胎6只的话，每一只都一样大。这个黑妞的母性也非常的好。好了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就放在这里吧。今天是小猫出生的第17天，应该要让它们学着吃食物了啊。这是猫粮泡的冷开水。哎，黑妞，他们还没吃完呢。你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啊？哇，这一只的。有的朋友说要和小猫经常互动一下啊，就是不摸它的情况下啊，让它经常看我看习惯起来，闻我的气味啊，闻习惯起来，要不然以后会很怕我。哎，它饿了。第17天应该要吃食物了啊。这只黑猫弱一点，你们看啊。仔细看，黑猫的个头要小一点。它的毛色好像也没那么油亮啊。其他几只的话都虎头虎脑的。嗨，你求啥？好了，我走了，黑妞。这只虎妞没有1只半还真不行啊。还可以哦，大黄，这几天你就带着它了。注意啊，小六，小心被蜜蜂蛰哦。很聪明，就走一边。现在总共大大小小啊，应该不到10只鸡。112老师就守在152的门口。这是今天出壳的那一窝8只小鸡。哎，大伯给它喂的玉米加饲料，放开一点啊，玉米都到这里面来了。8只，哎，那还有2只呢。哦，在这里。这边本来是4只鸡啊，现在剩2只了，这2只也要关开，要不然打架的话，它只一啄出去了，就拼命的往那里啄。哎，这里还看到有鸡蛋。哇，这么小，大的这么大，小的这么小。不让它抱窝了吧？你一个虎妞，你干嘛？你要吃鸡蛋吗？让开！刚才把那2只公鸡啊，一只笼关1只，要不然关在一起的话，迟早也是打架打没了。小时候他们也打架啊，只不过是打的没这么厉害。这些鸡的话，总共剩了差不多8、9只啊。晚上都住在树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早就把它抓了，然后村里老人分一下。那看能不能抓得住啊？抓不住的话，就要采取过鸡的方式了。这几枚鸡蛋的话，
以后每天来收吧，看村里有没有老人的鸡抱窝，没有的话就把它吃了。以后我山里面的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就圈养九金黄，就像大伯那样围一个圈，那种九金黄基本上是吃饱了就睡的那种，肉质也好，那以后就不养土鸡了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